一个女孩在回家路上离奇失踪，监控录像显示她上了一辆出租车，虽然身体还是这个女孩的，但控制她的似乎已经不是了，行为非常反常。3天后，有人发现了装着她尸体的包裹，那么这个女孩究竟遭遇了什么呢？这个故事发生在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2024年1月22日，这天是星期一。莫斯科的气温格外寒冷，外面还下着雪。下班后的艾丽娜·巴拉诺娃与朋友在一家咖啡馆里见面，当时她的朋友还带来了自己的男友。艾丽娜并不是俄罗斯人，她来自摩尔多瓦的首都基西纳乌。大学毕业以后，她来到了莫斯科工作，并结识了自己的男友。不过十分遗憾的是，她最近刚刚与男友分手了，因此她还要搬出男友的公寓。新年才刚刚结束，她又身处异国他乡，艾丽娜的心情十分糟糕。她与朋友喝了一些红酒，一直坐到咖啡馆关门才结束聚会。艾丽娜离开咖啡馆的时间大概是晚上23点左右。随后，她踏上了离奇诡异的午夜死亡之旅。艾丽娜与聚会的这对情侣前往附近的阿列克谢耶夫斯卡亚地铁站，她的目的地是距离市中心20公里以外的热列兹诺多洛日内。分手以后，她在这里租了一间公寓。艾丽娜选择的路线需要先前往市中心，再换乘开往东部的公共交通线路。当地铁抵达和平大街时，艾丽娜的朋友与男友下车了，接下来的路程只有她一个人。她继续沿着橙色路线前进，在2站后换乘绿色路线，随后抵达伊里奇广场站。根据车站的监控显示，23点46分，艾丽娜走进了附近的普尔谢莫洛特火车站。她将从这里出发前往库里奇诺火车站，她的家就在库里奇诺站的附近。因为刚刚喝了些酒，她在火车上睡着了。她错过了自己的车站，当她醒来的时候，火车已经抵达了另一座城市埃列克特罗格尔斯克，这里是火车的终点站，也是她生命的终点站。艾丽娜被乘务员叫醒，这里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她不知道自己究竟到了哪里。监控再次拍到她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15分。车站里没有乘客，这里的末班车是23点35分，所以她无法返回莫斯科，只能离开站台。整个站前广场只有一家小商店在营业。艾丽娜去了那里，寻找回到城市的办法。在这里，她遇到了一辆出租车，司机积极地劝她上车，但是艾丽娜似乎还有些怀疑，她并没有贸然上车。直到1点26分，监控拍到司机在自己的胸前做了一个手势。据推测，这个手势应该是画了一个十字，这表示他是一名虔诚的人，他正在发誓让艾丽娜信任自己。此时，艾丽娜终于放下了所有的戒备，上了司机的车。这个决定让她失去了最后回家的机会。司机的车并没有开向莫斯科市区，而是向北开向了诺金斯克。当监控再次拍到艾丽娜的时候，已经到了一家沿途的加油站里。此时画面里的艾丽娜行为与以往大为不同，她的智商似乎变成了一个只有几岁的孩子，乖乖地跟在出租车司机的身后，又在加油站的商店里拿起了一个娃娃，然后蹦蹦跳跳地走向出租车司机，与艾丽娜平时的形象极为不符。艾丽娜的母亲和同事都表示，从举止上看，这完全不是艾丽娜。随后公路边的摄像头又拍到了车内的一幕，艾丽娜的头贴在出租车司机的腿上，随后出租车司机将艾丽娜带回了自己的家。第二天，艾丽娜没有出现在公司里，她的家人和同事都找不到她，于是向警方报告了失踪。跟着沿途的监控，警方一直追查到诺金斯克附近的加油站。加油站的员工表示，那晚的确见过一辆出租车载着疑似艾丽娜的女孩出现，而且出租车司机的行为很可疑，他想让女孩用自己的银行卡加油，但付款却总是不成功。那晚他连续去了4个加油站，都没有成功付款。警方根据监控视频的信息，马上锁定嫌疑人亚历山大·瑙莫夫，1月24日拘留了他。但是在他的公寓里并没有发现艾丽娜。起初亚历山大并不承认自己与艾丽娜的失踪有关，但随后1月25日，一名路人在奥列霍沃祖耶娃附近的森林里无意中发现了艾丽娜的遗体。这时
亚历山大才说出了艾琳娜死亡的第一个版本。在火车站里，艾琳娜遇到了他，他请求亚历山大帮助自己。亚历山大出于好心，带艾琳娜逛了几个加油站，随后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建立了亲密关系。艾琳娜提出购买一些啤酒去亚历山大的家里做客，亚历山大同意了。第二天，亚历山大去看望自己的母亲，艾琳娜喝了很多酒，无法离开，只能留在公寓里。等亚历山大返回后，发现艾琳娜已经意外死亡了。他担心自己受到牵连，于是将艾琳娜带到森林里藏了起来。那么当晚艾琳娜的诡异举止又如何解释呢？亚历山大所说的是全部真相吗？根据法医的检查，艾琳娜体内根本没有酒精，这与亚历山大描述的不符。而且亚历山大一直说不清艾琳娜究竟是23号还是24号去世的。由于确切的死亡日期无法确定，警方只能将艾琳娜的死亡日期写在25号，因为是在这天发现了她的遗体。整个调查过程持续了6个月。虽然明明看到了艾琳娜的行为异常，也看到了亚历山大将她带走了，但是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艾琳娜的死与亚历山大有关。所以在7月份，亚历山大被释放了。不仅如此，重获自由的亚历山大还参加了电视节目的录制，并接受了新闻采访。面对大众的质疑，亚历山大只是强调艾琳娜主动要来做客，也是她自己饮酒过量导致身体出现了问题，而且她去世时自己并不知情。那么一定有人会问，即使没有证据证明谋杀与她有关，那么难道抛尸就不违法吗？在俄罗斯，抛尸罪是一个处罚很轻的罪，最高刑期只有2年。而且在真实案例中，如果抛尸的人没有其他罪名，比如人不是他杀的，那么法院只判处很轻的刑期，甚至根本不需要真正去坐牢。不过警方释放亚历山大绝不是放松了调查，他们对艾琳娜的案件进行了50次审讯和12次化验，查看了所有的监控记录。但本案的难点是，艾琳娜到底发生了什么？从艾琳娜的表现看，她可能是使用了某种麻醉类违禁品，但是这种物质又极难被发现，而且即使找到了这种物质，又如何证明这违禁品是亚历山大的呢？然而本案的转机很快就由亚历山大自己带来了。亚历山大居住的公寓其实并不属于他，而是他前女友的。这名前女友目前正被关在监狱里。邻居们说，他们依然与女孩保持着通信，因为她是一个孤儿，一个亲人都没有，是邻居们看着她长大的。邻居们认为，亚历山大之所以追求这个女孩，不是因为喜欢她，而是因为看上了她的公寓。当亚历山大知道女孩是一个孤儿之后，一直想把公寓转到自己名下，因此与女孩发生了冲突。两人分手之后，亚历山大却拒绝搬离公寓，于是女孩向法院提交了申请，想通过法律途径赶走亚历山大。谁知就在申请的过程中，女孩突然因为非法携带违禁药品被警方抓捕入狱，而亚历山大则继续住在他的公寓里。据亚历山大的前女友说，亚历山大为了占有他的公寓，故意栽赃给他。违禁药品不是自己的，而是亚历山大的。亚历山大以前曾经做过违禁药品的分销工作，所以他持有一种强效麻醉物质。艾琳娜的饮用水中很可能被投放了这种不明物质。警方通过一遍遍的检查监控，发现艾琳娜在上车前意识是清醒的。在车上，她饮用了亚历山大递来的水之后，她的意识开始模糊，所以她的行为异常是因为亚历山大控制了她。2025年7月29日，在本案持续了1年多的调查后，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公布了调查结果。在火车站的广场上，出租车司机亚历山大向艾琳娜提供服务时，意识到女孩迷路了，然后他利用了这种情况，给女孩喝下了一杯含有药物的饮料，导致她失去了知觉，然后多次侵犯了她。在一个朋友的公寓里，亚历山大再次给艾琳娜灌入了同样的饮料，导致女孩的心脏无法承受，最终去世了。目前，亚历山大瑙莫夫被指控2项重罪，面临最高20年监禁。本案还在继续审理中。而对于艾琳娜来说，一切已经结束了。这里是俄罗斯调查，我们下期再见。